大家好，这是空调主板控制内风机的一个电路图。它的上部分是一个12伏的行程电路，零线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，两个降压电阻，这边呢经过一个12伏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滤波电容，形成一个上正下负的12伏电压。同时上端呢还是火线。火线经过双向可控硅，下面就是控制我们的内风机电机的可控硅的栅极，也就是它的控制极受我们光电耦合器的控制。光电耦合器又受控于 CPU 的29角。接下来我们瞅一眼线路板案，上面这个3个爪的接线柱就是我们的空调主板和内风机的连接线，中间呢就是它的控制端。这个呢就是光电耦合器，它的右侧是受 CPU 29角控制的，左侧连接到可控硅的控制极。我们接下来再来分析这个电路图。CPU 的29角输出一个高电平，这个3极管呢饱和导通，光偶中的二极管就会发光，右边的这个3极管就会有电流流过，从而呢触发双向可控硅的导通，控制内风机的运转。我们知道控制内风机的转速是靠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的。那么如何来控制它的导通角呢？我们看，这是我们220伏50赫兹的一个交流电的波形，而通过可控硅的波形是一个被切割的波形。它的控制极可以控制它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导通。那么在这个位置导通的时候，它的导通角就会是比较大的，而在第二个时刻导通的时候，它的导通角就比较小。导通角大的时候呢，它的电压相对就会高一些，电机转的呢也就快一些。那么控制这个可控硅在这儿导通或者是在这儿导通，都是以零点，以这个点为基准的。双向可控硅有一个过零点停止的特点，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试电的这个220伏的零点有一个检测的电路。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零点的检测电路。在这个变压器刺激的交流侧，一边接了一个二极管，就是把50赫兹的正弦波变成了100赫兹的一个馒头波，然后通过这个3极管的导通和截止，送给 CPU 呢是一个100赫兹的脉冲信号，同时也是对交流电的一个过零检测信号。这个过零检测信号也为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提供了一个基准信号。如果 CPU 的29角在零点触发可控硅，那么可控硅的导通角就会是180度，内风机电机呢就会全速运行。如果 CPU 的29角在过零的某一个时刻触发可控硅，这个时间越长，它切割的这个波形就会越多，电机得到的电压就会越低，转速就会越慢。我们遥控器调节 PG 电机的转速的时候，就是调节 CPU 29角输出的这个脉冲和零点的一个时间差，从而改变了可控硅的一个导通的角度，最后呢控制了内风机电机的 PG 电机。这就是那个 CPU 29角控制的这个3极管，中间是基极和 CPU 的29角相连，下边呢就是它的极电极，极电极和我们的光偶相连。光偶的这一侧是接着一个发光二极管，这边这一侧呢是3极管，它的这一端是接到可控硅的控制极，可控硅的上端接火线，下端呢接一个电感，然后就接到内风机电机 PG 电机的控制极。这就是它的线路板和它的电路图。